哎，有事儿？魏爷爷呢？啊，睡着了，睡着了好。其实我找你，你上次说你有一把刀特别锋利，好像就是这把，是叫春雷对吧？有话直接说。你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就一会儿，马上还你。借刀做什么？外边那湖底下锁着一个不知道多少年月的老魁，我想借你的刀把他给放。为什么要把他放出来？我救了他，没准他能帮我。谁说的？老黄啊！老黄，湖底老魁的事儿，你跟他说说。哦。这湖底人被4条运心铁索缠住，倘若有谁能够亲手砍断铁索，助他离开，便能收服这个湖底人。这你也信？试试嘛。你身边人还不够多吗？有些事儿，给梁王府的人未必帮我。你怎么能跟不会武的人这么扔刀呢？万一我无后了怎么办？那刀行吗？挺亮的，我觉得行。不亮的是木刀。要不你还我？啊，行行行，我下去了。放出来不会出事吧？少爷放心，老黄在。腰断了，腰断了！哎，我刀呢？湖底老魁拿着呢，我看他的意思，他想自己砍开。
不成？给我回去！厉害，老黄，厉害吧？李一山还活着吗？在水里待那么多年，还能说话？别动手！滚开！哎，小家伙，别找死！是说我救的你啊！所以现在你还活着。这就是你说的收服啊？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李一山在哪？李一山，你活着就好，不然我这仇都不知道找谁报去。李一山，当年的无双国师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是你师傅。
出的馊主意，你不是说把他放出来就能收服了吗？打到收服就好了。上！皇，少爷，等等，还没完呢。当年是我把你打落湖底的，今日结局还是一样。剑山3斤。没吃饱，不打了。嗯，老黄，你，少爷，收服了。老黄，你武功这么高？少爷，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？我武功大概有这么高。人家邓太阿手里就一支桃花，这剑九皇的剑匣子里可全是名剑。换身衣服，老子要吃肉。你是剑九皇，你知道他？近50年用剑高手，除剑神李传刚之外，只有2个，一个是桃花之心剑神邓太阿，再一个就是他了。拿走，拿走，这10几年的呀！不打了。哦，那我就先去睡了。要不你过来吃点？我看书去。哦。说吧，干嘛放我出来？少爷救了你，是不是该报恩啊？放屁！这小子放了我，最多我发善心不杀他，报个什么恩？
不报恩，再把你打回虎地。不着急，慢慢来，吃完了告诉我。少爷，你肉你得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来来来来来。想好了没？怎么个报恩法？留在府里，保护少爷。有你在，要我做什么？我很快就走，在我回来之前，替我守住少爷。你要走？回头细说。好。行不行？你多久回来？最多2个月。好，2个月之后你不回来，老子也走人。行。红薯替世子把鞋脱了，自己的院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我自个儿能脱。那要我们有什么用啊？青鸟，有了老黄和胡迪老魁，你就更不用做死事了。以后给我安安心心的做个丫鬟。世子对青鸟可真好。你也一样。遇到危险，给我躲得远远的。我院里的，一个也不许死在我前头。弄什么？老黄，老黄，酒。黄大侠，给大侠上酒。哎，老黄，你下午说的那个，少爷，咱们那次吃鸡是顺了2只蛋还是3只蛋来着？3只。就说是3只。哎，老黄，你今天下午说你要走，去哪儿？我得去一趟龙虎山，黎阳王朝第1大教派，你去那儿干什么？有些个故人要去会一会。会完了，我得去一趟武帝城。东海武帝城？你去那儿又是做什么？有一场架，打了一半，我得去打完了。自打我记事，你就在府里。你这架什么时候打的？快30年喽。那会儿还没我呢。少爷想不想听一下老黄的故事？你说。其实也挺简单的。我最早是个铸剑的，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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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突然有一天悟了剑道，成为了一名剑客。这也能行？运气好啊！你接着说。然后就游历江湖，收集天下名剑，入我剑匣。就这剑匣子，全是名剑。天下10大名剑，里面原先有6把。原先？我去东海武帝城挑战王仙芝，留了一把黄炉在城墙上。
输了。输就输嘛，哪有人长胜不输的？不行，打到一半我就知道自己输了，我当时特别害怕，怕死，怕败。后来我就逃了。离开武帝城之后好几年了，我天天做噩梦，梦见我被王献之打败了，丢了性命。少爷，您知道我为什么来北凉吗？北凉离东海很远的。我就像个老鼠一样一直躲，不敢去面对武帝城，不敢去面对王献之。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直到跟少爷游历了这3年，我才过了这一关。跟这3年有什么关系？少爷，您不会武功，这3年你没躲过，没退过，没怕过。怎么说呢？我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。失败啊，死啊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我终于可以面对那个在我胸口压了30年的武帝城，我终于可以去面对心底的王献之。这场架，我不会拦着你。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。其他人烤地瓜，没你烤的好吃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。第一件事就给少爷烤地瓜。哎，那你不是要去武帝城吗？之前还去龙虎山干什么？做买卖，跟龙虎山的人做买卖。龙虎山里边有个老家伙，一直想试探一下王献之的底细，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。那知道我要去迎战，欢天喜地的要在旁边观战，这不就是买卖吗？就是那个，反正这场架也要打，不如顺便跟龙虎山要点东西。那当然了，雁过必须拔毛啊！你要什么东西？保密，少爷以后会知道的。老家。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一早。这么急？哎呀，这欠了30年的假，早点打完，早点了心事。老黄，你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？老狗，老狗，天下没有土里埋骨，田里寻苦。老狗，老狗，天下
这首歌原来唱的是你自己的，可不是吗？我呀，号称剑九皇，其实第9剑根本就没弄出来，直到跟少爷游历这3年，把3年的点点滴滴融在里边，这才有了剑九。那不是挺好？少爷，这剑九的名字，您给起一个呗。咱们这3年能走多少路？来来回回的，怕是有6000里。那就叫6000里。不喜欢，将来再换。就这个名字，剑九6000里。少爷，学武不吃亏，学武不上当。说了多少次了，不学，就是不学。真不学，回头遇到什么难事儿，我这有4个字还是挺管用的啊。这个我也知道。风紧，扯呼。我想送你一个东。这盐好吃。你有啥想跟少爷说的？你说。他说：“少爷，留步吧。”走吧，我送你们出城。少爷，留步。其实你可以不让他去的。他逃了大半辈子，终于可以面对自己的命运。这样的老黄，谁都没资格拦着。哥，慢点儿，汗都跑出来了。老黄走了。啊。他手上给你拿的包子，还想让他带上呢。会回来的。怎么我家黄马上也学会叹气了？要是老黄不走该多好。所有人都留下来，都不要离开。对，都不离开。
说也奇怪，你说这个北莽南宫也是名门世家，我派了密探，打探了这么多时日，也没有把南宫普业的根底给挖出来。你该相信你儿子的眼光。就这位，有多大功底？从一品，给他10年。可拜尽众生。哦，这么说，咱们家凤年捡了一大宝贝。啊，不下了。宗师风范。宗师该是什么风范？好看。今日不该是你的籍贯之礼吗？怎么跑来看刀？徐骁想让我师傅观礼。会下了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这是他给自己搭的囚笼。天下乱战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你何必再纠缠往事啊？你还记得当年天下人是怎么说我的吗？你就不能放下吗？怎么放啊？沾满了血的手，洗不干净。照你这么说，我早就应该自刎而亡了。不一样。我当年是为了不再乱世，拾起了刀。现在呀，黎阳一统，我的事已经做完了，而你的事却没做完。北凉上空，这徐自齐还不能落下，所以你不能停步，还得接着走下去。你比我辛苦啊，
你就自己躲清闲吧，把他们最难的路留给我走了。我还帮你教儿子呢。教你？啊？教的确实不错啊。下去吧。凤年，籍贯之礼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哎，李义山是你师傅，难怪你不肯学武。以心治理，好过冲阵杀敌。只是这样的人最多做幕僚，却难以令三军归心。若是我接掌北凉，怕是难以服众。你是想这么说吧？你都知道，为什么还不肯学武？一个文武双全的世子，你觉得能活多久？所以全天下人只知道你好色、荒唐。废物，命长。你该走了。今日是我籍贯之礼，要不要一块看看？我怕吵闹。行吧，走了。师傅还是不肯下来。哎呀，爸，就他那身子骨，哼，这么冷的天，他肯定吃不消的。嗯。王爷，龙虎山密报。老黄已经离开了龙虎山，正在前往武帝城的路上。早点打完，早点回来。东海王先知，岂是凡人可敌的呀？啊，今天是你的籍贯之礼，不说这个，走。等等，宗庙是在这边。我知道。籍贯之礼应该去宗庙才对。我给他改了。按照古制，要祭天地、祭先祖，都不用祭。不祭天地、不祭先祖，那去哪儿行籍贯之礼？去见你娘，也好让她亲眼看到你籍贯成人。你娘生前呀，最喜欢的就是这两尊尸像。那边是你的两个姐姐和黄蛮儿，只有你在这一侧。你娘对你的宠溺偏爱，从未有过止境。都说我徐骁是一个疯癫残暴、不识礼数的粗鄙之人，我认了。今天你的籍贯之礼不祭天地，只拜你娘。
跑马儿了。哎，你还不知道你这个弟弟啊，每次给你娘上坟，他哭的都是撼天动地的。还是把你的籍贯礼完成了再说。啊，走。诸子籍贯便已成人，你也可以感到欣慰了。跪下。取冠义府。史家元福，弃而幼志，顺而成德，授考为棋，戒而景福。京城上下都盯着你这一冠呐。此冠视为古制，今日之后不可再戴。这一冠后，可入仕，可治人。除冠义府。乃身而服，敬而威仪，殊甚而得，眉寿万年，永寿无福。提辩乃是诸侯大夫之冠，又带兵士田猎之权。这一冠后，便可入主军营，执掌兵权。北凉35万铁骑都等着这一冠。除冠义府。正以乐之令，贤家而服，兄弟俱在，已成厥德。黄狗无疆，受天之庆。这第3冠本该是决辩，受宗庙祭祀之权，
我想了想，把它给换了。此冠不合礼制，亦无典故，可以说，他什么都不是。天上地下，没有人会在乎他，除了你娘，因为这是她亲自为你缝制的。你母亲缝制它的时候，就盼着能够看到你戴上此冠。现在，她终于瞧见了。入世封侯，执掌千军，固然很好，可再好，也比不过他。是啊，什么都好不过他。来。你仔细看看，凤年长大了。他们人呢？我让他们先回去了。在看什么呢？天下这么大，啊，站得这么高，还是看不全呢。或许本来就看不全，或许站得还不够高。还嫌爬得不够高啊？站得高点儿，看得也清楚。山底下风景也不错。
丰年，按古里说，行过籍贯之礼，你就算是长大了。又想劝我接受北凉？不急啊，这事儿你可以慢慢的、仔细的去想。那你想说什么？我是想说，在今天之前，你还是个孩子，是，年轻真好，啊，但就是这个眼光行事不够周全。不过也没什么，我这个当爹的呀，就好比是一把大伞，啊，把那些风霜雪雨替你挡得远远的。所以啊，你做不了的决定，当爹的替你做。什么决定？黄毛去哪儿了？已经出城了。别急，他会回来的。你不想杀宁峨眉，又想让你弟弟留在北凉，啊，我只能替你找出这第三条路。不杀人，啊，你弟弟可以留在王府，而且北凉还不能生乱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问你，军中大营那些将校武官，为什么亲近你弟弟？天生神力，骁勇无双。如果他没了这副根骨呢？怎么就没了？我要重塑他的筋骨，让他变成一个凡人。这样，你可以不用杀人，你弟弟就可以永远留在王府啊！那些人也不会利用他来扰乱我们的北凉。怎么重塑？天下门派众多，武功繁杂，但有一个门派的武功特性，能让你弟弟洗精换骨。哪一家？武当。这。徐骁，你答应过我娘要保护好他。我答应你娘，是保护好你们。你想两全其美，我只能这么选。权力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，我让他变成一个普通人，那是给他一生的安稳。嗨，要想让黄满儿留在北凉，只此一路。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？你说说看。再做我一次护卫，陪我去武当。杀气腾腾，要闯山？不是，救我弟弟。北凉王府35万铁骑，为什么叫我做护卫？王府内外皆是徐骁麾下呀。所以你爹没同意你去。我自己的事儿，自己决定。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完成自己用血写下的誓言，为逝去的人讨回公道。这是我活着唯一的目标。
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。虽然我没有帮你，但府上有一个人，不在你爹的麾下。水里出来那个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多谢。等等，秀东借你防身，回来还我。我不会武功，怕辜负了这刀。就当是朋友，尽的心意。哎呀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治嘞！什么事？陪我出城。出城干嘛？我去！你答应过老黄给我做护卫的，江湖人说话不算话吗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武当。这么远？啊，不去不去不去！哎，言而无信，传出去可不好听啊。都是朋友。徐骁，你看看，一匹也没有。你爹把马都收走了。先出去，街上有骡马市，大不了现买。你爹突然传令，所有战马运到兵营，我就猜到你要闹事，劫了2匹马下来，要借吗？2贯钱。我可说清楚啊，以你爹的手段，灵州城内你保证1匹马都买不到。谢谢啊。说了要钱的。知道2贯钱，回来给你。我可不是要帮你啊。你离开北凉最好，见不到你我才轻松。前辈，你出城是和你爹对着干？没错，要追上我弟弟，搞不好还要动手抢人。前辈怕了？这才有点意思。走。走。来看看你缺点什么。我听人说你给徐凤年送马，消息传得这么快？徐骁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徐凤年出城啊！你这不是惹祸上身吗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怎么？你们2个势不两立。这家伙太贼了，每次都杀不着。你居然还没事？怎么没事儿？动刀不中就得罚钱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他抢我钱，从小就欺负我。这可算不上理由。
大概是为了让他事先习惯起来吧。习惯什么？习惯我们俩终究要分生死的结局。这话里有话。面对命运，每个人都是孤身一人。把城门打开。奉子营受命封城，若无军令，任何人不得出城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王爷的命令里说了，尤其是世子不可出城。要不要杀出去？他们也是奉命行事，不应该付出性命。换个城门看看。徐骁不会留这样的漏洞。那就找熟人走人情。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徐骁要让楚如山送黄满儿去武当了。你爹把什么都算死了，一点机会也没给你留。怎么了？放弃了？这营号听着耳熟，想起来了，走。动！世子又来了。灵州城外，我是第一次见你。是，当时在下奉命接世子回城。当时你报了名号，奉子营是你麾下。没错。走。哎，干什么？帮我开城门。城门怎么了？你家奉子营现在正在封城。为何要封城啊？徐骁的命令。既是军令，自当遵从。我不去。他要毁我弟弟根骨。小王爷。能不能救他，现在就看你了。徐凤年是用手令入的地牢。那令牌是他师傅给的。宁峨眉定会下令开城门。他是奉子营主将，他的话对奉子营就是军令。宁峨眉最佩服的就是黄满儿。他一定想去救他。哎，你还追得上吗？追得上。哦，追上以后帮我传个话。世子请回，明日之前，城门不会再开。宁将军回来了。传我军令，开门，备马。遵令。上。上。上。停！世子。黄满儿呢？留在武当山了。你把他一个人留下了？知不知道徐骁让他去武当干什么？义父没说啊。他要毁了黄满儿根骨。你也不用那么着急，能改人根骨，也只有武当新法成就大王庭。武当很多年都没人能做到。怎么了？世子不知江湖事，武当没落。全凭掌门王重楼独当一面，此人精彩绝艳，现已成就大王庭。武当又有人练成大王庭了。走，追去武当。陈继报，世子先走，我挡着他，逃不掉了。有话带给你，请说。义父让我传话给你。凤年，你已经成人，是该学会
做抉择了。黄蛮儿之事本就两难，既然你已追去，就由你来决定结果。他的意思是让我去武当。你若想保徐龙将一身神力，就要回到最初抉择，要么让他离开北凉不再回来，要么就学会杀人。杀人？杀谁啊？武当你可以去，北凉军必须回灵州。宁峨眉、楚禄山，跟我回去。管到我头上了。他说的对。世子，北凉军已是皇室心头大患，长时间不在驻地，天知道会引来怎样的猜忌。你们得回去。是。还请世子念在手足之情，护住小王爷周全。一言为定。行。徐凤眠，想清楚后果，再做决定。走，去武当。武当掌门居然亲自下山接你，看来武当和北凉的关系不错。王重楼见过世子。黄蛮儿呢？谁把他留下的？掌门师兄。楚先生一路跋涉，辛苦了。见过王掌门啊。哦，这位是家师闭关弟子，贫道小师弟洪喜夏。他与你同辈，正是。不出意外，也该是武当下任掌门。洪喜夏，你还嫌欠我徐家的不够多吗？那是你爹的意思，我能怎么办？楚先生远来是客，小师弟过来打个招呼。楚先生，哎，好好好。哎呦，带我去见他。师兄，不如你带他们二人上山吧。你也一起去。我想再放会儿牛。不敢这一会儿。世子，楚先生请。来，世子，请。请。世子请。哥，我刚想你，你就来了。你还好吗？好。丽姐还在。那就好。走，跟我回家。怎么了？爹说了，我不能回去。我说能回去，我说了算。可是爹说，如果我回去，会给哥带来麻烦。我不怕麻烦。世子莫要急躁，不如先让心静下来。你要拦我？世子的家事，贫道怎敢拦？我只是劝世子想清楚些。小王爷若是回了北凉，等着他的会是什么？我守着他，不会让他被人利用。你能寸步不离，守他一辈子吗？为何不能？世子难不成要用铁链子锁住小王爷？我知道世子与小王爷兄弟情深，可是世子想过没有？
如果支持小王爷的人对世子动手呢？我接着。如果支持世子的人对小王爷动手呢？谁敢？权力之争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你这么带他回去，是把小王爷往绝路上推。世子还是想清楚再做决定。走，你带他去哪？我带小王爷逛逛武当。哦，哈哈，世子做出决定之前，贫道什么都不会做。我不走，就住在这儿。好些年没来武当了，我四处看看。要不咱们进屋坐坐？小王爷在想什么？是我惹我哥不高兴吗？不是你。但是为什么爹说我回家会害哥？是因为你哥心不够狠。那不好吗？其实很好，只是人间如玉，心软的人容易受伤啊。我可以保护他。哦，哎，师弟怎么出紫竹林了？哦，这位是王爷次子。天生根骨，赤子之心，很好。哎，倒不如让小王爷就住在你的紫竹林。从本心讲，整个武当山里最像小王爷的，就是师弟你了。可以。其实我大概都听明白了，秀儿人想借小王爷之名，从世子手中夺取北凉大权。其实我没打算要，那就让给他们。黄麻儿本心通明，不谙世事。我要是把北凉让给他，那些支持他上位的人，总有一天会夺他性命。那其实这个结果跟王爷所说的一样，只有2个选择，要不然让小王爷不要再回北凉，要么就杀尽军中那些野心狂徒。我必须得做一个决定。可是想借小王爷身份搅乱局面的人到底是谁？藏得太深，徐骁都没找到。那不就简单了？小王爷现在回不了北凉，那就让他暂时待在武当呗。世子若是想念，随时可以来看他。
问题就出在这儿。你们武当守得住他吗？这么大一个门派，守不住一个人？你要想明白一个道理，那些支持黄麻儿上位的，未必是北凉军。那会是什么人？最希望北凉分崩离析的是谁？黎阳皇室。皇室眼中，黄麻儿就是打破平衡的利器。武当不过是个江湖门派，挡得住皇权吗？这个放心了，皇室还能赶到武当来抢人不成？孙雕四，确认徐家兄弟行踪了。回公主殿下，徐凤年和徐龙象皆已离开灵州，先后奔武当而去。好，我们也去武当。3年前，徐凤年推拒婚约，让我成了这京城里的笑话。一个武夫之子，也敢羞辱皇室。这3年的屈辱，就在武当还给他的。那小道士咋了？怕我打他，溜了。那你弟弟的事怎么办？既不能回北凉，也不知道让他住在哪儿才能避开皇室觊觎。想到答案之前，我先留在武当吧。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不可能有答案？我再想想。那小道士真的是武当下任掌门？没错。那你还敢在武当打他？他欠我的。怎么说？他负了我大姐。那小道士？我家常来武当，一来二往之间，我大姐喜欢上了那小道士。之后呢？没什么之后。小道士不肯下山，大姐最终嫁去了江南。他答应过下山吗？从未说过。那就怪不到他了。虽然没说过，但谁都看得出来，洪喜相喜欢我大姐。既然两情相悦，为何没有结果？他家掌门阻挠。这家伙自己发了个誓，不成天下第一，绝不下山。那他岂不是这辈子都不能下山了？偏偏我大姐也不肯再上山。算了，这都不重要。现在最重要的是黄麻儿的事儿。在想出结果之前，就委屈前辈也住在这儿吧。小泥人儿，我耳鸣了。
还真是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干嘛不说话？你混蛋！我又怎么了？你知道这有多重吗？我背着上山的，快累死了。背的什么呀？换洗衣服、笔墨纸砚，你一样都不带就上武当来了，最后害得我把这些送过来。徐骁是猜到我要在武当住一段吧？他猜你还不是一猜一个准？为什么让你来啊？借马的事儿被知道了呗，还不是怪你。你一个人上来的？马车到了山脚就回去了。你不回去？哦，徐骁是让你留在武当照顾我，那你可惨了。哎，你属小狗的。哎，这屋子让给你们住，我自己找地方。有麻烦喊我。前辈。哎呀，这屋里实在是摆不下第二张床。行吧。睡吧。啊。舒服呀！你想清楚啊！真不需要我跟你换一下？不用，你就坐那儿一晚上？我乐意。哎，你那钱盒在包裹里呢吧？嗯。舒服呀！
这酱瓜不错啊。他就在那儿睡了一宿。估计是累坏了。你也不把他扶到床上去。这丫头身世惨，那不是更需要照顾吗？她才不需要被照顾、被可怜。这丫头啊，骄傲着呢。可是她为什么睡觉不抵着墙呢？那包裹重，她这一路背上来，肩上背上，怕都是破了皮，靠着会疼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家丫头，我不知道，谁知道？我真是搞不懂你们。醒了，来吃早饭。吃饭，别管他。怎么了？有菜吗？要是不够，我可以再去拿。活的。菜还有活的。这道士是傻的吗？人家是武当下任掌门。世子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是问你有没有菜籽、瓜苗之类的。可这怎么是活的呢？没出土之前，不是活的，是死的吗？姑娘说的对，是活的。姑娘要这些，做什么？种啊。我们有菜，可以给你送来。自己种不行吗？行倒是行，但是我们没有菜籽瓜苗。那你们自己吃的菜从哪来的？我们武当倒是有一个菜园子。带我去。走啊！你别看我，我可管不了。掌门，这不是菜头吗？大事不妙了，关里遭贼了。菜园子里的菜被偷走了许多，得彻查呀。谁会偷菜啊？
哦，该不是山中梨树闹灾？怎么了？那是那铁锹挖的呀。也许是狐狸成了精了。嗯，哎，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。啊，去吧。啊。怎么了？狐狸吃肉的，它不吃菜呀。夫玄道者，得之乎内，守之者外，用之者神，忘之者气。此中要言，你可要自己参透，不要事事都问掌门。用之者神，忘之者气。用之者神，忘之者气。用之者神。叫你姑娘，你偷菜这件事情，千万不能让掌门师兄知道。我让你带的路，菜也是我挖的，让他找我，跟你没关系。还是守密为好。你怕他？他打你？掌门师兄，他不打我。那你怕他做什么？什么路数？红岭3天正法，龙虎山。皇室钦点的天下第一门派。其实待在武当也挺好的，不像留在北凉，整天都要提心吊胆，揣摩人心。就是吃饭全是素的，受不了。哥，你跟我来。怎么了？你过来。哥，这里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就是这儿。你就住这儿啊？对啊，里面有个小木屋。哥，你等我一下。哎。哥，你醒了？我怎么又睡在这儿了？你不是睡，你是晕了。为什么会晕？木剑道士把你打晕了。木剑道士？
住在竹林里那个？嗯。他也是武当的，他没打你吧？没有，木剑道士是我心境。他用什么把我打晕的？剑气。剑气。武当还有这种天才？哥。鸡腿儿。山鸡。哪儿来的？我在竹林里打的，用火烤了，专门留给哥吃。没让木剑道士瞧见吧？他看到了。没拦着你？我记得武当戒律挺严的呀，这什么道士啊？木剑道士人挺好的。你喜欢这儿？那要不咱们一直待在这儿？你不愿意？哥是要走的。我去哪儿？哥要回家。爹说，家里不能没有你。大姐、二姐都不在，你也要走，我一个人回去有什么意思呀？那还算是个家吗？爹希望你帮他。黄曼儿，你知不知道徐骁送你来武当是为了什么？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拿走我的力气。他连这都告诉你了？告诉我。那你还这么听话的赶过来？爹说我没了力气，哥就不会有麻烦了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我傻没事，哥聪明就好。啊，吃肉哥。好吃吗？好吃。黄曼儿，哥不怕麻烦，我就守在这儿，谁也别想把你带走。你恐怕守不住。前辈，这些天都没怎么见到你。在山里闲逛。您刚才说我守不住，是什么意思？龙虎山来人了，找他的。人呢？在你屋子门口，架势挺大。黄曼儿先回林子里，不是哥叫你，绝对不要出来。去吧。如果我和龙虎山的人起了冲突，前辈会帮谁？哼，我早想着和天下第一门派对招了。多谢前辈。不用谢，只是别忘了啊，剑九皇只让我护你2个月，时限很快就到。这么多人盯着，你还种菜啊？又不是找我的。洪喜相呢？被王成龙拉走了。看来武当这是打算置身事外了。我是徐凤年，哪位找我？掌门，能确定是龙虎山的人吗？
可别被招摇撞骗的人蒙过去了。我亲眼见了，来的是赵熙团。赵熙团，龙虎四天师里的赵熙团，正是。掌门，龙虎山如今如日中天，天师亲临武当，咱们可不能不管不顾啊！是啊，这有什么办法呀？小师弟，你说呢？我觉得咱们教派叫武当，也不代表整个武当山都是咱家的。咱不是占山为王，这么大座山，想逛就逛呗。啊，那毕竟是龙虎天师啊！对呀，什么龙虎天不天师了？反正都是来找徐东相的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说的没错。天大的麻烦，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掌门，徐凤年，正是。徐龙相在哪儿啊？让他出来。贫道要带他回我龙虎山。敢问阁下是？龙虎赵熙团。赵熙团，竟是天师亲临啊！那怎么能站这儿呢？这岂不是怠慢了天师？天师，屋里聊。徐龙相在哪儿啊？我这就去找他。天师先进去喝杯热茶。好。打得过吗？打了再知道。一会儿我正面吸引他注意力，你绕到背后偷袭。那可是龙虎山天师，我管他天师地师，敢打我弟弟主意，一个都不放过。那后面这么多道士怎么办？刀往天师脖子上一架，看谁敢动手。你闹这么大动静，龙虎山不会放过你。没事，就说武当掌门让我们干的。天大的麻烦，甩给武当接着，谁让这儿是武当山呢？确实是简陋了些，天师万物见怪啊。江宁啊，你把这凳子给天师擦擦，让人家坐下。坐着方便。天师请坐。哦，风势大了点。哎，我来关门。不是说要喝茶吗？茶叶在哪儿啊？啊，茶叶呢？茶叶呢？茶叶，这有了茶叶了，水烧的怎么样啊？烧水了吗？啊，烧了吧？哎呀，这烧水还要等一会儿时间呢。哎，世子不必惊慌，也不要误会，贫道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带小王爷回龙虎山。那我就没误会。
哎，不打架，不打架，贫道认输啊。你说他怎么不呼救啊？叫一声外卖人不就来了？我哪知道啊？是这九皇让我来的。老黄，皇让我来的。老黄，等等，你是说，是老黄让你把黄满儿带去龙虎山？建九皇知道世子为难，他离开了北凉，先来到了龙虎。世子应该知道，你弟弟现在可是奇货可居呀。还查到些什么？查出些支持小王爷上位的，没抓。和宁峨眉一样，都是被丢出来的饵。真正的幕后推手，藏得很好。凤年还在武当，是，一直不肯下山。他会想明白的。皇室等北凉破绽，都快等疯了。但他们都知道，只要您还在一天，北凉就一定姓徐。人是会死的，所以小王爷才重要。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徐凤年，那皇室就可以借小王爷争权，北凉分崩离析。您要是把北凉交给小王爷，那正合了他们的意。黄满儿心智尚浅，怎么能斗得过皇室那些老奸巨猾的东西？所以呀，京城人都盯着小王爷。说句大话，如今天下，只有我龙虎山才能保小王爷无恙。龙虎山跟我们徐家可没什么交情。建九皇曾经跟贫道说，小王爷天生神力，根骨非凡。那又如何？世子知不知道，贫道为什么至今未收徒啊？那是因为我这一脉祖传心法，对传人要求严苛，必须是根骨精奇，方能传承衣钵。建就皇选我，那是因为我真心收徒啊，世子。确实如此，道统传承对门派来说重过生死啊。所以你会保护黄满儿？既为师徒，当然如此了。眼下京城和皇室都盯着我弟弟，龙虎山号称什么第一门派，真能挡得住皇权谕旨？这就是建九皇来龙虎做的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此事涉及皇室，乃是绝密，贫道只能说给您一个人听。啊，我去外边等。你可以留着听。我这样的身份，听黎阳吵的秘密，你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？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怕死。我真是看不懂你和徐凤年那小子。看不懂什么？小姑娘，世上人潮翻涌，遇到一个人不容易啊。人跟人又没链子锁着，时光一冲就散了。多珍惜眼前，别像我，到这个年岁，就剩下遗憾。没什么好珍惜，我和他，结果早就注定了。什么结果啊？生和死
就剩我们俩了，说吧。世子觉得，这龙虎山为何能封为天下第一门派呀？投效的早。因为在龙虎藏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也姓赵。那龙虎山天师一门不都姓赵吗？不是天师的赵，是皇室的赵。皇族。论辈分，他可是如今黎阳朝的老祖宗了。贵族藏匿在龙虎，这天下第一门派还能给谁呀？他为什么藏在龙虎？他在垂钓。什么？具体的你不用理解，你只需知道，此人求的是武道终极，人间至高。可是要想走通这条路，无敌城王先知是一道避不开的墙啊！龙虎山有个老家伙，一直想试探一下王先知的底细，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。那知道我要去迎战，欢天喜地的要在旁边观战，这不就是买卖吗？老黄用自己做交易。正是。剑九皇挑战王先知，那人借此探王先知虚实，条件是龙虎护住小王爷。那皇室能善罢甘休吗？毕竟是皇族先辈开口了。再说，他人留在龙虎，皇室自然放心。再加上，贫道我要传承弟子，必会在暗中守住小王爷。这明里暗里，小王爷都是万无一失啊。世子，剑九皇曾经说过，他来龙虎就是为了世子闯出第3条路来。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我们这游历3年遇到的事情。老黄是没用，但是也想能够帮到少爷。老黄啊，他跟王先知分出胜负没有？最新消息，他已经来到武帝城外，估计这决战结果很快就会传来。若有消息，贫道第一个告知世子。话都说尽了，贫道现在可以见小王爷一面了吧？多谢天师，不必了。这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。远行龙虎山，黄曼儿会想家。你要带他回北凉？我是他哥，我保护他。如果小王爷回去，那北凉未来必会大乱呐！我知道，我来应付。哥，我跟老道士去龙虎山。你不懂别胡说。我懂，我走，能帮到哥。胡扯！我用得着你来帮？就待在家里，天大的事儿有哥在。哥，我愿意去。哎呀！想不到天下真有如此根骨，看来剑九皇没有骗贫道啊！贫道这一脉，终于有了传承了！老道士，我们能走了吗？你得叫我师傅。出个门带这么多人，我也不想啊。门派最新规矩，天师出门，必须是这规模。那你刚刚干嘛关了门才说话？这架子要是不端足喽，他们肯定会禀报掌门。回头得多啰嗦，麻烦得很呢。你们龙虎山规矩这么多？师子放心，贫道的庭院是在龙虎山的脚下，离门派很远。我那儿没什么规矩，绝不会委屈了我的徒儿的。不能打他，不能骂他，不能欺负他。我好不容易找到徒儿，我就算欺负自己，也不会欺负他呀。哎呀，世子，你就放心吧，贫道那儿是山清水秀，冬暖夏凉啊，小王爷一定会喜欢的。
山里还有珍禽异兽，他想抓就去抓；山上还有桃树和山楂树，他想吃就去摘呀。山楂树？对呀，山楂树多吗？多呀，很多的山楂树。怎么，徒儿你喜欢吃山楂？我哥爱吃。哥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全部采了藏起来，留给你吃。好，等山楂熟了，我就去看你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，黄妹儿，哥想跟你要样东西，这样以后哥想你的时候就可以看着他。嗯。好，哥，以后你要是想我了，就大声喊我，我一定能听见。哎呀，好了，世子，来，徒儿，咱们走。哎，等等，世子啊，有2句话，能不能麻烦你转告给王重楼啊？你说。哦，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如此绝技，岂能蒙尘啊？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，就这2句，烦请世子能够转告啊。这是要凭武力镇压武当。哎，门派之间嘛，都是这样。好了，徒儿，咱们走。黄妹儿，你要是不想走了，就跟哥说一声，哥把你留下。你知道怎么才能把他接回来吧？我知道。我接手北凉，就能接他回家。之前可一直说不想接手，把矛头都指向我，黄妹儿那边就轻松了。咦？这是出什么大事了？他看你干什么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，跟我有关。说呀！剑九皇死了。给我。剑九皇，他去了武帝城后，先找了一个酒馆，要了2两黄酒，半斤酱肉，1碟花生米，炸的。他不喜欢粗泡，不喜欢水煮，就喜欢吃蘸盐的油炸花生。
王献之闻声而至，见九黄舞剑进出，8剑士轮番对敌，王献之始终是单手应对，一步未退。68招后，剑九黄用出剑九，有一武林人亲眼见到这一剑，程此剑如银河倒挂，倾泻千里，已非人间剑术。王献之终于动用双手，剑九挥去了王献之的袖袍，二人势均力敌，再战49招后，剑九黄力竭身亡。老黄没输，他就是老了。王献之亲口承认，若不是剑九黄力竭，这一战自己略处下风。剑九黄气绝之前，王献之问了这一招剑九的名字。6000里，这一剑是我取的名字。剑九6000里。王献之感叹：此剑一出，天下再没有更高的剑招了。他的剑匣去哪儿了？留在了武帝城头。终了时，剑九黄经脉俱断，盘坐城头，望着北方，死而不倒。还有人听见他直到死前一直在哼一首古怪的歌谣。北方，他这是看着北凉呢。能把王献之逼成这样，天底下没有几个了。剑九黄已经是传奇了。这封信能不能留给我？好吧，多谢。世子节哀吧，剑九黄也算是求人得人。贫道告辞了。剑九黄战死了。听说记下了对战细节。逼王献之出了双手。好个剑九6000里，可惜不能亲见啊。
才有了渐就。那就叫6000岁。能够被少爷需要，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。第一件事，少爷烤地瓜。好。烛火不够，再亮点儿，我看不清楚。看够了吗？老黄死了，明白了吗？不对。什么不对？这信上写的不对。哪儿写的不对？我来来回回看了无数遍，这上面只写了剑九黄的名字，为什么不写老黄？他们只知道剑九黄是无双剑客，谁又会去想马夫老黄？赵戏团说，剑九黄把王仙芝逼成那样，已经是传奇了。的确是传奇。他剑九黄成了传奇，可是我的老黄没了。我宁愿他不当上传奇，我宁愿他输了之后灰头土脸的跑回北凉。那个时候，我肯定大笑一场，然后再去让他偷地瓜来烤。老黄没了。是啊，老黄没了。回家吧，你弟弟去了龙虎山，你也没必要再待在武当山了。老黄，我要学武。
想学武？你这个身份学什么武啊？想杀谁一句话，北凉铁骑就替你杀干净。我想自己动手，去武帝城战王先知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老黄死在武帝城，我要把他剑匣拿回来。还拿回来？王先知是什么人物？有他在，天下便无敌一。你一招一式都没学过，现在跟我说要挑战王先知。是。你呀，找张床，躺在上面一闭眼，做梦去吧。我现在是不如他，但我可以练。你以为你是天纵奇才，要追上王先知练多久？50年？多少年都可以，剑匣不能一直放在城头。请前辈赐教。你来真的？行，想练什么？我只有刀。那就练刀。把刀提起来，手臂伸直，站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之内，石头要是掉了，就别找我了。没事吧你？离我远点。半个时辰到了，石子没掉。佩服。接下来练4个动作：直刺、斜撩、竖劈、回来。各4000下。你要明白，王先知是天下习武之人的心魔，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。哪怕是当年一剑威临天下的剑神李淳罡，都被他2指斩断名剑木马牛。赵西团给王重楼传话，说什么？王掌门修炼的大黄庭声名遐迩，龙虎山愿意上门切磋，求教大黄庭的风采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忘了。登门求教，这是下战书啊！龙虎山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咱也没招惹龙虎山。龙虎山如日中天，又有朝廷做靠山。我既然练成了大黄庭，他们自然想打败我，好踩着武当的名头往上爬。咱打赢他不就行了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！真打赢了，武当岂不成了龙虎山头号大敌？真到那时候，只怕武当真的要毁在我王重楼手里喽。
不能赢又不能输，这也太难了。徐凤年在做什么？还在练刀。我练的还行吗？乱七八糟。明天4个动作各加1000下。看来我还有点天赋啊。谁跟你说的？您答应老黄，只保我2个月，时限一到可就走了。现在2个月已经过了。我要是真朽木不可雕的话，您还能留在这儿教我？你们姓徐的，一个个都阴险狡猾。那您觉得我天赋有多好？我承认，你是天生练刀的材料，但刀法能练，内力真气怎么办？一起练。练是能练，可是太晚了。内力真气都是辛苦功夫，只能靠日积月累。你这个年纪才开始练，很难追上别人。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办法？没有，事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这辈子也不可能与王仙芝为敌。想去武帝城，除非动用北凉铁骑。明天4个动作，我各加2000下吧。没有意义。没有内力做基础，2流高手就是你的极限。我努力试试。内力，真气。世子是想将这瀑布斩断？我是想试试能不能练出真气。你这样是斩不断的。你能斩断？我也斩不断，但或许能不伤手。来一刀试试。你会武功？不会。那你这是什么门路？其实这是拳法路数。你不是不会武功吗？哪儿学的拳法？我自己想的。你自己想拳法？我在玄月宫里看道经，做麻了活动身子，想出的拳法，走的是8卦道4象3才归2仪的回眼路数，只是离太极和无极还差得远。我这是瞎来的，打架不行，但或许砍瀑布可以不伤手。世子想我也可以试试。拳法的路数也能用在刀上？抱一方为天下事，拳刀有何不同？所以完全可以从剑谱里学刀法。什么剑谱？武当的基本剑谱。世子看看
会有什么启发？有没有真气速成大法？没有。丑死了，洗完再睡。你是觉得你这么做，老黄就能活过来吗？3年游历，老黄一直劝我学武，我总当耳旁风。我老觉得凭自己的智慧解决问题，才是真本事。但我现在才明白，我那些所谓的智慧，什么用都没有。被逼到了绝路上，是老黄替我闯出了一线生机。我现在学武，第一是我想取回老黄的剑匣，再一个，我不希望将来再遇到这样的局面，又是别人为我牺牲，而我自己什么都做不到。如果老黄看到我能保护我自己，他大概会笑吧。别把自己练死就好。江妮啊，你答应我个事儿呗。干嘛？将来我要是遇上麻烦，你千万别管我，转头就跑，行吗？吵死了，睡觉。如果你快死了，我会先用神符捅你2刀，起码让你死在我手上。那你可扎准了，死不成又赔钱。